7月31日起，新加坡的陆路入境新程序将正式生效。那么问题来了，这次政策调整到底改了什么？它会如何改变我们的入境流程？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哪些准备？是不是听起来有那么一点复杂？新规的具体变化到底是什么？怎么影响我们的入境流程？这次新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提前风险识别，这意味着从7月31日开始，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可以通过交通运营商直接获取所有入境旅客的信息。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我来给你详细说说。1、陆路交通方式的旅客信息全面收集，这包括使用私人巴士、旅游巴士，甚至步行通过边境的人员。交通运营商必须把乘客的详细个人信息报给移民局，这几乎覆盖了所有陆路入境模式。2、提前评估的核心机制，也就是说，在你到达边检之前，系统可能已经对你的信息进行了全面审核。如果涉及安全风险，你会收到进一步检查或面谈通知，而对于普通旅客，流程就会变得极为顺畅。交通运营商可能会提前通知你填写一份详细的旅客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会帮助移民局提高通关效率，也能更精准地排查潜在风险。所以，这种变化既是流程的升级，也是安全的再加强。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担心，是不是会给我们的行程增加麻烦？这项政策的目的是让边境通关更安全、更高效，但它也确实意味着我们的个人信息会提前被收集，并用于风险评估。具体有哪些影响呢？我总结了以下几点。1、提前提交信息是关键。简单来说，你在规划行程的时候，需要多留意交通运营商的通知，他们可能提前要求你填写和提交一些个人资料，别迟疑，按照要求提交，才能保证通关顺畅。2、突发检查风险更低，如果系统发现了问题，会提前筛选，并通知有关部门做进一步处理，特别是那些被标记为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人，都会被提前锁定。而对于普通旅客，这意味着大部分人经过关卡可能会更轻松，效率更高。3、加强安全感，减少了边境风险。对那些需要频繁往返新加坡和邻国的人来说，整体通关环境更稳定。至于隐私保护是否足够，说到隐私安全，这次新规其实提出了非常严格的保障措施。根据修订法案的规定，交通运营商提交的旅客信息必须准确、完整，同时不得延误提交时间，否则会面临处罚。移民与关卡局明确承诺对数据进行安全管理，确保这些信息不会被滥用或公开泄露。同样的重要是，这套系统其实已经在机场运行多年，至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问题。只需旅客配合规则，你的个人信息将只用于正当的合规目的，比如提前风险评估，而不会用于非法渠道。这可以让那些担心隐私问题的朋友稍微安心一些。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个更大的问题，这次政策调整背后，新加坡到底有什么战略考量？其实，新规的推出反映了新加坡边境管理的3大趋势。1、全球风险前瞻管理，针对各种可能的恐怖袭击、疾病传播等风险进行提前防范，确保国家和旅客的安全。2、推动程序现代化，数字化通关是未来的必然趋势，通过应用技术提高效率，让新加坡继续保持全球交通枢纽的领先地位。3、抗击疫情的长期准备，虽然全球疫情正在逐渐淡化，但各国仍然对未来可能的问题保持警惕。新加坡的提前评估机制正是这方面的体现，确保边境应对能力全面提升。简单来说，这次政策是一次安全与效率的全面优化，看到了吧？新加坡的战略眼光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作为旅客，理解这一点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好了，说了这么多，那作为普通旅客，我们该怎么适应这些新规呢？用最简单几句话总结给大家。1、提前准备资料，不拖延。如果要通过陆路入境新加坡，请配合交通运营商要求，提前提交所需信息。2、关注运营商通知，时刻留意并响应交通公司的提示，确保资料完整，避免因为提交延误而影响你的通关速度。3、遵守检查要求，保持耐心，在新政策启动初期，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磨合，配合工作人员，顺利应对通关变化。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对新规有了清晰的了解？那么你对这项新政策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点赞转发给你需要的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